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啊，咱们脾胃不好的人啊，其实都有一些问题啊。那么总结归纳一下，就是首先会感觉到没有劲，整个人啊发虚。毕竟脾胃是后勤嘛，后天之本嘛，你吃的东西啊，能量都靠脾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说脾胃不好，你的能量转化率啊就会大大出问题。然后脾胃不好还会出现什么呢？整个人啊，他的气和血啊是明显不足的，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往后说深一点呢，脾胃不好，它的舌头，包括它往下走的这个口子也会不一样。舌头上面是白啊，这个舌苔发白，两侧啊有齿痕，中间有裂纹。为什么呢？因为脾多则湿多，痰多。那么如果脾胃不好了，湿多痰多了，又会导致我们往下走啊黏啊不成形，上完厕所以后啊总是粘在马桶上面，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只要脾胃不好，你会发现各种的麻烦啊是接二连三来敲你的门。我知道大家听完了这里以后啊是非常的有共鸣，而且啊心里面充满了疑惑，应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我来把一位97岁的老先生他自己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这位老先生啊，可以说是很接近100岁的，而且身体状态啊是一直非常的好，一直没有让儿女操心过。他从院里面退下来以后啊，就很追求自身的一个健康，因为他在里面看过太多了。那么这个老先生他自己养脾胃啊，他其实是有一套的，而且据他所说，以前拜过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这一套方法就是从一个老师当中学下来的。那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分为10字口诀啊，我把它说出来，你们就明白了。叫做3分饥，少而精，细嚼慢咽。同时呢，他说你记住这10字口诀，如果哪一天你脾胃弱了，我再分享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你们只要结合在一起做，你会发现脾胃其实特别的好养。它只要强起来了以后啊，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那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10字口诀啊，3分饥，顾名思义，你这里是一个大袋子。那么很多朋友啊，在这里啊酸啊，每天晚上睡醒了以后这里酸，为什么？你大袋子太大了。这个大袋子啊，它是一个收纳袋，那么能大能小。很多朋友进去的东西啊，吃的多了以后，是不是就会变大？那么3分饥就是你每一顿都保持饥饿感，它慢慢的就会缩小，慢慢的缩小了以后，你进去的东西就会少，那么出来的酸就会少，酸少了以后，你就能很好把控这个量，它就不容易啊往上去反。而且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你这个袋子一大了以后，你的2个叫喷门，是不是这个门也会变大，缝隙变大，那么你的酸自然而然就出来了。3分饥很有用，而且我查了很多外国文献，外国叫做轻断食，其实都是一样的。日常当中保持3分饥，少而精。顾名思义，你吃的要少，这个精并不是说精贵，而是不要去杂。你吃的东西要去比较的精，像比如说咱们很多山东那边的，他喜欢吃这个大煎饼。这个煎饼呢，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粗粮，而这个粗粮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它就不会让你的糖上下去浮动，这就是一个妙处啊。我们吃的这个米饭也一样，我们要慢慢的去吃，少而精。菜也是一样，少而精，千万不要顿顿的偏食，大鱼大肉，这样不好啊。然后最后一个很重点的点睛之笔，细嚼慢咽。无论是什么菜，再好的美味佳肴，你如果是狼吞虎咽到这里啊，它的整个压力就会变得很大，因为它有很多的酸要出来，而且东西多了以后，酸多了，日积月累，你的这个膜还受得了吗？这个膜可以说是阻挡这个酸的墙，一旦它开始破损了以后，你后面想补上，那就需要啊，不是靠你这么揉就行的，那就需要一些力量。所以呢，当你脾胃弱了以后啊，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每天把这个饭菜啊18下到36下自己数，数完36下以后，这个菜被你咬得非常的精碎以后，混杂着大量的这个唾液进去，唾液是好东西啊，进去了以后，上面的压力啊把它分碎了，下面的压力就会减小很多，同时你的袋子也小了，那么日积月累下来，你的脾胃慢慢的就会强了。但是你记住啊，有很多朋友啊不适合这个，为什么？因为4个字，虚不受补。你很多朋友在这个位置已经有问题了，他就光靠这个方法就不够了，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也说了，非常简单，准备3样物品，人人家里面都有啊。
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加上桂圆肉1颗，先把它去温实了，把它强起来，然后再把这十字口诀给用上。就这么一前一后搭配好，49天，你会发现脾宝宝、胃宝宝是很好养的，并不像你想的一样那么娇贵啊。那么我们把这3样准备好了，放在研磨罐当中，把它捣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就把它搓成小丸子。这一颗颗的小丸子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把它封盖好。睡醒了以后把它撕掉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小丸子当中，你看艾绒至阳之草，对这里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花椒窜走能力强，在里面它能起到调和的作用，还有我们的桂圆肉，这个养胃养脾也是非常有名的3元大酱在这里面，把它封盖好，它的气味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成分都会被我们里面的小触手抓走，因为肚脐在这里啊，在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带子连在这里，里面的能量都是靠肚脐这里给的，所以肚脐这里啊，它天生会带着这个能力。我们就放在肚脐当中，你把这2个方法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脾胃好了，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有很多朋友啊，就难在了第2步，说这个方法我动手能力也不强，我自己也没有时间，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别人已经做好了成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跑了难缠的脾胃。那么这盒肚脐贴啊，它和我们自己做的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用它呢？从上面打开这个小盖子，轻轻的闻一下，你会发现它上面的选材用料啊很真，味道就很浓郁。味道浓郁啊，说明它的选材用料啊错不了。同时呢，我们看这个小盒子啊，盒子后面它有一个产品说明，除了桂圆、花椒，包括艾草以外，它还加了陈皮、白芷和生姜，用的料比我们自己用的还要足得多。意味着它来的要快得多。那么从里面我们拿出一个这个小封贴，就这样的把它撕开来了。这原来是一起的，我把它撕开了，变成这个小封贴，然后从里面取出一颗做好的小丸子，你看非常的方便啊，不用自己去做了，也好保存。这个小丸子把它和这个小贴片把它贴在一起，外面的包装要把它撕开来，每天晚上就封在我们的肚脐上，然后呢用完以后第2天把它撕掉。如果你不仅是感觉这个脾胃不好，而且你记住脾多生湿，身上的水气也重了以后你就把它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就把这个涌泉也贴上，2个脚底每天晚上都贴上，一天贴上3颗。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脾胃也好了，身上的水气也慢慢的悄悄的溜走了。这个方法我不仅自己在用，我的家里面人在用，我也分享给了很多粉丝家人朋友们。我自己用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每天晚上去贴，刚开始2到3天没什么感觉，然后到了第4天的时候，这一圈开始发热。就感觉像个小太阳笼罩在这里一样，就感觉这里暖暖乎乎的，非常舒服。双脚脚底涌泉我也贴了，贴完以后就感觉脚底上面就像踩着小火苗一样，热乎乎的，非常的暖和。咱们有很多人不单单是脾胃不好，而且他这个湿还聚着这个寒。整个肚脐上面这一圈一年四季都是冰冰冷冷的。用了肚脐贴以后说，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我这个方法我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真的是感觉到很小，而用了这个肚脐贴以后你别说这一圈真的是开始用手摸起来热了。我以前一年四季都像这个冰水贴在上面一样，摸起来都是冰冰冷冷的其实这个方法真的是让很多人得到了受益。你记住，肚脐贴咱们晚上睡觉贴，睡醒了以后就撕，脚底2个涌泉也要贴，然后配合咱们的十字口诀1+1大于2。有的时候你把方法用对了，它有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难。脾宝胃宝之所以娇贵，就像有些花花草草一样，你不会养它，它就很不容易养好。那么如果你方法用对了，它就容易养好了。我把这个肚脐贴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获取。最后告诉大家，咱们现在是夏天，夏天是一个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当中，咱们用肚脐贴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的方法收藏下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腿被誉为咱们的第2颗心脏，我相信这句话很多朋友以前看一些电视节目当中甚至短视频当中都听过这句话，但是真正了解的并不多。我们讲的小腿为什么重要？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来讲，
你的跑步、你的走路、你的蹦跳都离不开小腿。小腿它发力了以后，才能让我们整个人往前走，有一个推进能力。其次的话呢，就是小腿当中啊，它穿行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进字开头，后面带一个迈字。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小腿它结构比较特殊啊，两个肌肉一收缩，这两个肌肉叫做腓肠肌啊，它一收缩就会压住我们这个小管子，像一个泵一样，把我们红色的水往上去冲。这就是小腿当中的一个结构。所以呢，你会发现小腿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你们自己可以捏一捏自己的小腿。如果你的小腿啊捏起来，它的感觉啊是比较有弹性的啊，感觉还是比较有质感的，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你的状态啊是比较棒的。反之，如果你的小腿啊就这样啊，自己去捏一捏，松松垮垮的，一摸起来啊就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什么质感。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啊，你的这个泵它可能的工作的状态啊，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它不理想呢，那我们这里的压力会不会变大？那一样会变大的。所以呢，小腿这里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怎么样把小腿给练好呢？其实非常简单，小腿的锻炼啊，很简单的，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说，一个就是要去练，把它练得更强壮，让它这个泵啊，它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要去松啊，要把这个小腿啊，因为它经常走路，我们平常不怎么关注它，你会发现小腿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要去把它松开啊，一练一松，一张一弛，这样结合在一起，你的小腿啊就会棒棒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动作的演示。小腿的锻炼其实非常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的肚子啊千万不能挺出来啊，我们要把双手抱住腹部，把腹部向内收，像我这样，看到变化没有啊？双手抱住腹部，然后把我们的脚，你看左右颠啊，颠起来以后，利用我们的腰胯的力量转向一侧，就这么去颠，每天去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可以一手抱腹，一手扶墙，扶着墙这样去锻炼。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就保证了什么？我们的一个安全性。在练习到后面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动作练习稳了啊！你看我们每下抬下来的时候，慢慢的抬起来，慢慢的落下。当你感觉稳定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练习除了小腿以外，我们还要练习勾脚啊。每天没事的时候把脚往上勾啊。为什么要练习勾脚这个动作呢？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往往他的这个脚啊是勾不起来的。你看，比如说我去迈一步，迈出来以后，这个脚是搭拢着，即便腿能抬上来，但是脚是搭在下面的，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走一些啊，有一些门槛比较高一些的，他就是感觉腿抬起来了，但是脚一下子没勾上来，这个人一下子就怎么样跌倒了。这一跌倒你就麻烦了。记住，咱们啊已经不年轻了，这一跌倒，很多人啊一躺都是1年。在躺的过程当中，肌肉有个原则叫做用进废退，什么意思呢？你用它，它就会进步；你不用它，它就会退步。小腿也是一样，躺着躺着，你这个小腿啊就会越来越软，就像小海绵一样软绵绵的。你再想下来走路，走2步啊就特别的费劲，康复起来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练习小腿的时候，双手抱腹啊，然后呢，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安全性，进行左右的一个交替的这么颠啊，慢慢去做，不要急着很快。然后再练习我们抬脚尖的一个能力，把脚尖往上抬，在抬的时候能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尖是抬起来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走路的时候容易被绊倒这样的一个风险。最后呢，我们可以把2个动作结合起来，怎么去做？双手抱腹，然后你看，踮脚、抬脚转一侧，然后再踮，再回来，抬脚转，再踮，再抬脚啊，这么去做的话就很简单，是不是？每天把这个平行步啊，你看做起来，把脚这么一抬就非常好，小腿也锻炼了，我们的前侧也锻炼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腿锻炼动作。那么讲完小腿的锻炼以后，咱们还要去松。锻炼和松的比例大概是2:1，就是说你锻炼2天，松1天，1周松个3次就可以。怎么去松呢？记住一个词叫做承山啊，承山一个穴。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教大家怎么去找辰山，大家接着往下看。辰山这个点位非常好找，咱们把4个手指往下去摸，触摸到我们的内足踝，你看这凸起的，明显凸起的我们内足踝的上缘，触及到它以后呢，把我们的手你看往后这么一转，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辰山。看一下，在活动的时候，明显它是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一个中间啊。你看，手往下摸，摸到你的内足踝，摸到它以后，大拇指往后一绕，摸到2个腿的中间，这个点就是我们的辰山啊。你看这么一绕，摸到它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手，你看把它这么一握，握紧了。握紧了以后，把这个大拇指点进去，点到我们的辰山里面，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把我们的脚就这样绕，点进去以后，把脚这样绕转圈啊，转上多少圈？转上一个10圈、20圈，然后反过来再转啊。那么就在转的时候，就把我们腿上完全给它松到了。这一念一动的方法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小腿完全打开。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坚持一个7到14天左右，你会发现小腿的肌肉慢慢的就结实了，再去捏一捏不会像之前那么软绵绵的。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大家感觉讲得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视频点上一个赞，把它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就像这样捂住，眼睛闭起来，把头往下低，然后来吸口气，吐出来。你注意一下，听你呼吸的声音。当你把耳朵捂住，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是比较粗的，有的人头一低，然后会感觉到这种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有的人呢，呼吸起来会比较的柔顺，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你要知道，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呼吸变得比较的快，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同时呢，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容易发脾气。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比如在特殊的时候，你晚上睡觉这7、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就是翻来覆去的，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就是睡不好，往床上一躺就胡思乱想的，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然后呢，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其实说来也巧，在很多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这个老人90多岁，专门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道家的静功。你会发现这个静是安静的静。道家的静功当中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都是在强调呼吸。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就是叫做引导法。什么叫做引导法？顾名思义，通过一个手势，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而且这么一坚持就几十年下来。所以呢，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头低下来，感觉自己这里不通不畅的，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把双手伸出来，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点住它，2个手指都点住，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你看这个姿势，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卧固。那么在道家当中呢，这个也叫做子午诀。把卧固做好以后，我们把双手身体坐直，
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你看这是肚脐，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就这样放好，眼睛闭上，我们做3到4个呼吸，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眼睛闭上，什么都不用去想啊，就正常呼吸就行。来，吸气。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做，吐气，吸气，自己去感受一下，吐气，吸气，吐气。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去讲话，所以呢，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可以往前快进一些，然后把视频暂停，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刚开始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它会越来越深。从刚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慢慢的到往下，再到下面啊，越来越深，一次比一次深，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然后呢，你再观察哪一点？观察我们的肚子，手放在肚子两侧，它如果起伏的话，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你不用刻意的去练，你也不用去了解，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这个就是腹式呼吸。同时呢，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很多朋友发现啊，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它变慢了以后，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无无的，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这是这位老者啊，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比较躁的时候，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啊，10次就可以了，呼吸10下。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晚上这7、8个小时睡不好，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怎么办呢？一样的，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放着，人正着躺。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你侧着去握，手握着也行啊，把身体卷曲起来，就这么侧着睡也行。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当然，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会感觉特别的棒。你们这样一放，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了。你记住，呼吸的速率啊，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会呼吸的人，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孩子的个头偏矮，家里面人啊就会特别的担心，特别是每当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发现同学的个子啊都比孩子高上一个半个头，心里面更加焦虑了。其实不必这么焦虑，我们一般来说身高啊它是有遗传的，60%啊它是靠遗传，40%呢就是靠日常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后天的点点滴滴，我们说啊分为哪几类？一个是运动类，一个是饮食类，还有一个单独讲叫睡眠，就这3大类，自己找原因嘛。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遗传的上面的问题，我们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一般来说，比如说父母身高都还可以的，他遗传的话，它有一个正负8厘米的一个上下限啊。他如果说接近他的上限，那孩子长得就快；如果说他正好是接近下限的，那孩子长得可能就慢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进行干预。那么后天的这里呢，我们无非是3种。第一种就是饮食，饮食这里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蛋白质啊，咱们要多去补充。
蛋白质是一种基础的物质，比如说我们头发当中，你捏一下，这个里面就有角蛋白啊。身体当中，你只要在肌肉的合成当中，它就需要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咱们大多数人家里面啊，孩子啊是不缺蛋白质的，就是看他肯不肯吃。很多小孩子啊，他是不肯吃，他挑嘴，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家里面人啊，就要多费一些心，把这个营养啊弄得均衡。蛋白要选择高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虾肉奶蛋，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同时呢，要配合这个碳水化合物。什么叫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这些精粮啊、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啊都要搭配在一起去吃，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补充，这样的话孩子能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一般来说，大多数家庭里面的饭菜啊摄入量基本上是满足的。然后呢，重点是放在后面2位，这2位啊，很多家人在上面是踩了不少大坑。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上面啊，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啊，他运动普遍较少，而且有的孩子啊，现在就是能休息的时候啊，他抱着一个手机，他就不愿意运动。这个是很多家长啊的一个就心里面都会发现的一点。孩子的运动啊，它是天性，一定要让他多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呢，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反之。有的小孩他的身体啊，自小来说就相对于弱一些，你让他去运动，他运动只要一过量啊，接着你看就3-5天就不对劲了，然后呢，你就紧接着家里面人就跟着后面忙，后面也不敢让他吹风了。所以运动应该怎么运动？你记住了，你让他在家里面都可以去做，就去做跳高训练啊，去给他墙上画一条线，让他去摸，每天跳多少下。同时呢，让他可以去练习折返跑。什么叫折返跑？比如说我们的客厅啊，让他从 A 点跑到 B 点，再从 B 点摸一下地跑到 A 点，就这样反复的去跑。跑一会儿，他心跳上来了就累，累了以后就是消耗，消耗完了以后，原来还挑食的，你看饮食又能让他摄入进去。同时呢，还可以让他做什么？就是深蹲起跳，让他慢慢的蹲下来往上去跳。这种运动都是有共通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运动，都是让你的骨骼充分的进行一个冲击，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骨骺啊进行充分的刺激，它才能更好的长高。所以呢，我们骨骼的结构啊，必须要让它进行一个冲击，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棒的。在竞技上面的运动，比如说打篮球，打篮球也不是让你傻傻的站在那投篮，一定要去进行充分的一些对抗。啊，比如说跑啊、跳啊，包括跳绳啊，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在家里面都能去做。然后呢，运动这一块的话，大家家里面啊做做功课就行。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睡眠。睡眠这一块啊，很少有家长关注得到。你看，我们管得了他白天，管不了他晚上。有的小孩是什么？这个地方经常痒，痒了以后呢，就感觉啊难受，一难受好了，晚上就翻来覆去的啊，他这个质量啊，它不达标。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比如说生长素啊，都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你不可能在白天运动的时候出来，所以在睡眠当中，一个是要给他昏暗的环境，把这个灯给他关掉；第二个，让他的睡眠啊，要让他怎么样变实，不要让他那么虚。有的孩子啊，他自己小的时候啊，小孩子他也会烦，他会烦他的学习，他会焦虑。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家长啊，不要对他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压力啊，给他很大。给孩子压力一旦大了以后，他一焦虑了以后，有的时候啊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也会影响里面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以后，让他好好的睡觉，同时夜里面啊没事的时候多观察观察。比如说，如果是这里有问题的话，你要及时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发现呢，我们就要及时。然后同时呢，你要记住，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大了以后，你一定要什么呢？要让他放松心情啊。他这里紧张，你在这里在催着，他就会更紧张。一紧张了以后，晚上好了7-8个小时也睡不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这一块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但是这一块你做不好，你后面的运动、后面的饮食这些东西啊，就通通的就白费了。为什么？因为重要的这个生长素就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所以睡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如果你担心孩子还是不行啊，你晚上在睡觉之前给他的头这个地方百会啊，轻轻的从上向下摸100下，每天100到200下，从上到下摸到啊他的大椎，从百会到大椎轻轻的摸
摸摸他就睡着了。这个是针对10岁以下小孩子的。那10岁以上呢？10岁以上基本上你讲了，他懂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就会去做。但是咱们道理要讲给他听。有的朋友会说，老师，我的小孩子17、18岁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呢？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小孩子他一旦骨骺闭合了，这个时候他有个黄金期的，过了就没了。他骨骺一旦闭合了，就长不高了。所以在黄金期的时候，你们提前就观察，做好准备，以后孩子未来就能多长2到3厘米。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眠不好的人现在可以说是太多了。咱们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一到晚上头就开始炸了。为什么？到了晚上以后，自然就要睡眠。年轻的时候可能眼睛一闭一睁就到天亮了，而年龄大了以后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朋友这个脑子当中不断的去播放这个小电影，一直就停不了。有的朋友嘛，眼睛一闭就开始想事情，想着明天准备什么事今天发生什么事就这么想着，然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要知道，睡眠不好对于我们无论是身体上面还是精神上面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身体上面就不用说了，一个人如果拥有好的睡眠，他的身体自然而然不会太差。而一个人如果说睡眠都不好，我们的整个里面的合成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睡眠不好意味着你里面的一些坏的东西就出不去，好的东西呢也没有办法合成出来。所以睡眠不好，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一天比一天差，而精神上面呢是更加复杂。睡眠不好最受冲击的就是我们整个总司令。你会发现睡眠不好的人很容易丢三落四，讲话的时候这个逻辑思维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容易记忆力时好时坏，这都是睡眠不好。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咱们很多睡眠不好的人听到我讲的这些话可老有话题了，非常的共情，因为他们自己就这样。其实呢，在很早之前我就去拜访过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在我们这里非常有名80多岁，可以说是神仙伴侣的。基本上从院上退下来以后没什么事，就是种种花养养草，而且平日里面最喜欢去研究一些古籍当中的一些内容。他们两老是基本上没有失眠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个小法宝。是什么法宝？就是一种香味儿。你没有听错，一种香味儿。在以前的这个书籍当中就记载着一种方法，叫做闻香疗法。什么叫闻香疗法？就是这个香味能开我们的一个窍，香味可以不通过我们的整个这个系统脾胃系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特别是对于我们精神类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香味特别是对上去了。说到这里我感觉很多朋友听完以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什么香味，什么精神上面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当你瞌睡的时候，咱们都有瞌睡的时候，你闻着一些辛辣的一些物品你会发现精神头一下子就起来了。特别是有的朋友就是经常开货车的这些大车司机他困着以后他有的时候拿着辣椒就往鼻子这边是吧钻一钻闻一闻，他一发现发现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那么如果说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就当你很烦躁的时候，把你去放在一片花海当中，你闻着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叫做什么？古语当中就写得很明白，叫做闻辛，辛辣的辛，而精起来了。闻香而静，你看短短的这8个字就把闻香疗法涵盖在其中了。这对老夫妻他不仅对这个香味非常的痴迷，而且呢还钻研了古籍。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就是由4味中草精华组成的。这种独特的香味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你只要一闻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它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然后整个大脑当中就会顺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这个香味我还查了大量的这个文献当中都有写明白，这个香味它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去更加容易分泌一些让我们睡觉的一些物质，所以呢，你闻着这个味道，人就静下来了。那么这个4种是什么呢？其实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檀香、合欢花、夜交藤、薰衣草，就这么4样。
把它1:1的磨成粉末，装在香囊当中，它们之间混合而散发的这个味道就能让你安静下来。而且呢，你经常闻着这个味道以后，它不仅能让你安静，在睡觉的时候更容易，同时呢，你闻着这个味道，你在晚上睡觉过程当中啊，还会让你的身体啊，就是更加容易的进行修复。说白了，就是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变得更久。我当时呢，从这对老夫妻当中啊，就拿着了这几个香囊，我把这个香囊呢也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获取。这个香囊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放在我的枕头边上，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依然能闻到里面的味道是非常浓郁。这个香囊当中装的就是这4样啊，我们讲的这个薰衣藤啊、合欢花、夜交藤啊、这个檀香这4样。那么它们混合出来的味道啊，是淡淡的清香，带着一些中草的味道。然后你闻着以后啊，你像现在我闻着以后，慢慢的只要眼睛一闭，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而且我把它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他们用完以后啊，就把它放在床头。有的朋友啊，原来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闻着这个香味以后，一会儿就静下来了。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这种纠结，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睡着了。这个香囊呢，其实用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准备3到5个，就放在床上的一个床头放一个。我们的枕头旁放一个，然后呢，床上的这个高处的，比如说衣柜，我们悬挂一个房间里面3到5个，只要让这个房间当中形成了这种中草的清香味，你每天进入到房间当中，整个人心里面心情都会好，心里面静静的。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家人朋友们用完以后都竖大拇指。有的朋友都是5年、10年的，说大伟感谢你这个方法真的是我好久没有尝试过睡得这么香了。而且呢，我自己去用的，然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会带上一个智能手表，手表呢现在它上面有个功能，就是检测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我发现我如果说不用香囊的话，深度睡眠的话，大概在每天晚上3个小时；如果用上香囊以后，大概能到4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将近增加了25%到30%，你们自己去用一用就知道。这个老夫妻就是凭借着这个香囊，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你看，现在80多岁的年纪的思维非常清楚，一说话一点都不含糊，整个脑袋当中这个记事都是非常清楚，逻辑思维能力非常清晰。其实就是归功于他们的睡眠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法宝。那么这个香囊的用法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你自己也想试一试，但是没有时间准备的话，就直接在下面的橱窗获取这个睡眠香囊，每天晚上就带在枕头边，睡着闻着这个香味就行。咱们一定要记住有的时候方法真的是大道至简，方法用对了，很多一些问题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一觉睡醒以后就发现手上仿佛很多只小蚂蚁在爬，麻麻溜溜的。有的朋友还会莫名其妙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这个手上就是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非常的让人难受。而且手上有的人还没有力气，一年4季就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冰冰凉凉的。有些人慌了，怎么办？其实呢，在这里我分享给你一个方法，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去尝试一个2到3天，其实你今天跟着我做完，你应该就能感觉到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怎么去做呢？我教你3个点，我们分别是2拍1推，你记住这个口诀就行。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第一个点，第一个点在哪里呢？就是位于我们的手肘。我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画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手肘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这个叫肘横纹。那么肘横纹呢，我们在下方你看大约2个手指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这样往前去推，看到没有？跟着这个箭头走，往前去推。怎么去推呢？大约这个位置多长呢？你都没说，对不对？有人说老师你讲的不好，其实很简单，等身寸的就是你大拇指的长度。用你的大拇指，你看这样直接就贴在我们的肘横纹上，然后呢往外1个手指、2个手指，到了第3个指位，我们压住往前去推就行。这个非常简单，我再给大家讲一遍。你看，这是我们的肘横纹，我们第1个大拇指的宽度，第2个大拇指的宽度，我们在第3个宽度第3个大拇指宽度按住了以后就往前推就行了。这个推的一个发力技巧是非常有讲究的。是怎么发力呢？你手整个大拇指压上去以后，然后压住了往前推。你看像这样压住
啊，压住了以后往前推啊，大家可以跟着我去做，你们找好位置就跟着我一起来，压住了往前推，你一定要推着里面往前走。那么在做的时候，你当场就能感觉得到什么感觉？手上发热啊！你在往前推的时候，就能发现一阵一阵的热流会被你推着往前涌，而且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发现里面哎呀哎呦呦的酸酸的，还有的朋友感觉里面紧紧的，都是正常的。我们讲开关，什么叫开关？开的它就是通的，关的它就是堵的。就这样去做一个30下左右啊，你们20下也行，50下也行，根据自己的感觉来。你感觉这个地方推起来没那么酸了，哎就可以了啊。推完以后，有的朋友发现，哎，手活动一下有力量了，然后同时手肘活动一下灵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推我们的手肘，把这条线给记住。同时呢，一个推法讲完，还有2个窝。第一个窝是哪里？依然是围绕着我们的手肘，肘窝啊，这个地方你看手一折，这个地方像个窝一样啊，肘窝。怎么去做？用你的手掌心这个地方对准着我们的肘窝，你看。对上去以后，很多人原来是这么拍，你不要这么拍，你用我的方法，指尖朝下啊，指尖这么朝下，朝下了以后这么去拍，啊，这么去拍，我做一下给大家看，啊，就这么往内推，2个手轮流发力，你就把这个地方当成手掌去鼓掌一样，就这么去拍。每天拍多少下？50下到100下，左手拍完交换啊，右手。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手这个被拍的手指要朝下，你不能这么拍，不能这么拍啊，手指要朝下，一定要做好。然后呢，这个手也可以去拍，啊，这么去拍，2个手50下到100下，做完了以后，手上再握一握，会发现手上又热了，而且很多人拍着拍着，额头后背都出汗，特别是很多朋友啊，这个新宝宝这里啊，平常不是很满意的，工作能力不强的，你就要多拍一拍啊，多拍一拍。然后呢，一个窝讲完了，还有第2个窝是哪里？我们的胸口，胸口去拍的时候是握空拳啊，这么去握，握住了以后，你看1、2、3、4，拍在哪里？就拍在我们的胸口上啊！你看，就这2侧，你看在我们的肩膀下方这个地方，1、2、3、4，身体摇晃着轻轻拍就行，多少下？50下到100下，把这个地方给拍开啊！我们这样的话就连成了一条线，从上到下的这条线，你把它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转的速度快了，气血循环快了，非常的棒啊！咱们这个动作好好的做，把这个动作学会。咱们1推2拍这套方法，你把它收藏下来，因为你看里面的细节还是蛮多的，我担心大家以后记不住。同时感觉好的，你把它收藏以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动动您的贵手，打上有用2个字，就能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没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今天的视频。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糖高了以后啊，不免心里面就一阵焦虑。空腹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饭后的时候有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就发现自己的数值啊居高不下。有的时候啊不放心，自己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看到照片，哎呀，心里面避免不了一阵担忧。那么糖高的朋友有没有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我教你一个道家的斗功，帮助你把它拉上来。道家的斗功叫做什么？叫做百练不如一斗。这个斗功啊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咱们糖高的人啊平常去练习。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说大伟，我平常啊每天运动个30分钟、50分钟行不行？我的回答是说行。你记住，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运动。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答案要去运动，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运动累。你坚持30分钟，坚持50分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天天去做。而且很多人运动啊，他对场地有要求，他没有这个条件啊。比如在小区里面啊，有很多的车在那边走啊，在这个操场啊，一下雨啊，刮风下雨啊，又影响出行，2、3天一中断，自己啊就不想去练了。这个没办法，每个人啊他都是有一定惰性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道家一些古人啊就把这些东西啊已经融入进去了。所以呢，
呢，抖功它对场地是没有要求的，而且你在抖的时候，每天2到3分钟就行，保证的时间短。时间短并不代表着它不好，而恰恰是因为时间短，它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把这个糖给它去化掉所以呢，你去跟着我念一念，坚持一个7天，你就知道。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手上的动作手上的动作抖功是有要求的，手上要向内打转就这么向内打转，你们每天跟着去练。记住，很多朋友在这里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特写不给大家全身的？因为很多朋友会做反，他向外去打转，这样不行。抖功身体坐直，手就要向内去转这么去转。转着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手就像鞭子一样，你看挥打出来，这么去挥打出来。你要找这种劲把这个抖劲给打出来。为什么？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参与，其实你的很多肌肉是参与在里面的。你肌肉在参与，它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就是糖。我们把这个动作练好，慢慢的晃一晃，感觉这个手每抖出去一下，有一个劲打出去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全身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腿部的动作。腿部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站姿腿不要完全并拢微微的分开一些就行。微微分开以后，你看侧面看一下，正面看一下这个脚的距离。然后呢，我们的膝盖来回的，你看来回的弯曲，轻轻的弯曲就这样。你先保持住，慢慢的把这个频率加快，你会发现当你的频率加快以后，身上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抖起来了。看到没有？你看我的手放松，在下面就开始晃起来了。这个就是抖功的精髓。慢慢的，当你感觉到你的这个频率，手有抖动感了，好，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 OK 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膝盖有伤害你放心我们在做的时候慢动作演示，它对膝盖没有伤害的，因为你整个做的时候，你的膝盖虽然在弯曲，但是它的角度比较好。二个就是说你在弯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不受力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只要感觉到身上有微微抖动感觉的时候，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觉到腹部也有微微的抖动，这个时候频率就够了，适合自己的频率。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手参与进来。手怎么样？手和腿要搭配起来，刚开始可以稍微慢一些，慢慢的把手抖起来，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手上，手上这个劲要把它打出去，手上的劲把它打出去以后，腿上来回动从正面看一下，手放松，身上放松，来回动，来回动，慢慢的你这个整个力量就开始贯通起来了做起来以后就不费劲非常的简单，看起来是在扭你看起来我是在扭。其实我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浑身都在抖，浑身都在抖，这就是道家的抖功。每天做上一个2到3分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动作很轻松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你对你的协调能力是一种考验。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习惯，慢慢做完以后就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抖的时候，你看这个抖的时候频率只要快一些。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每天就这样抖，抖着抖着身上就开始发热。很多朋友经常你看到了这个夏天，手和脚还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的，你就这样做一做，对于我们整个循循环环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咱们在家练一练，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这个心跳比如说我抖着抖着，我开始喘了怎么办？我就慢慢的去做，然后这个心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速度变快一些，就这样去抖，每天多抖一抖，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做，坚持7天到14天，就会发现不一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忘记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因为眼睛不好而烦恼过？年轻的时候看东西清清楚楚，到了中年以后突然某一天发现，手里拿的这些小字看不见了，需要拿得很远才能勉强的看清楚，随后越看越吃力。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每天早
早上一起来就发现这里啊糊着一层白的、黄的这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有的朋友啊看东西啊不仅模模糊糊，还会有这个小柳絮啊飘来飘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今天啊我教你一个开天睛的方法。我们说天睛藏于目，把这一道天睛给它解开，解开完以后啊，你的眼睛啊会特别的明亮，看东西的进光量会增加，非常的棒。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然后咱们接着来看动作。那么这个开天睛的动作怎么去做呢？你记住，天睛啊，它藏在我们的眼窝当中，它就沿着我们的上眼眶这条线啊，你们去拨，慢慢的你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凸起的小圆球。我们可以这样用你的大拇指啊，注意这里一定要把指甲修干净。如果没修指甲的，那么我们就是反方向用你的指腹这么去抠啊。如果你是指甲比较干净的，就和我一样，你看用你的大拇指指甲盖，然后贴进去啊，你看这样贴进去。贴进去以后呢，我们微微的向内按压一下，然后往上去提，往上去顶，顶到上面顶不动了以后，你在这个里面慢慢的拨，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指腹之上，然后你去在里面拨，去找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你左右横拨也好，上下拨也好，你能摸到一个凹凸不平的点。就这个点很重要，我们就是找到这个点。如果说你没有摸到怎么办？没有摸到的话，你就贴着我们的鼻梁往上去顶，顶着里面以后，然后你就画圆就行了，去画一个圆。这样的话呢，范围稍微大一些，你可能已经触摸到了，但是你感觉不出来。拨到的朋友，你就围绕着这个小点，然后去转。啊，你看，我们从正面看，就这样去转，微微的转啊，去转开。我们2个手啊这么去做，把它慢慢的转开。其实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每次大伟给大家演示啊，都做半边？因为做半边以后，你看我点完以后，你们看一下，眼睛睁开来，你们能明显的发现啊，2个眼睛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我做完是什么样的，你们做完也是什么样，你们做完也能感觉到明亮。把这个点找到以后，我们去转上一个5秒到10秒就够了。这是一个总开关。什么叫做开关？你记住，开了它就通了，关了它就堵了。当这个地方你转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弧度，看到没有？这个弧度是什么？你往上面一贴，刚好是贴住我们上面的这个眼眶啊。你看贴上去，贴上去以后，然后我们就这样去搓就行了。啊，就像一把小锯子一样，眼睛闭着啊，然后这么去搓。搓的时候啊，不要反复的去，如果你做的时候反复的去拉扯你的这个眼皮是不好的啊。我们就点上去，这么去搓，反复的去搓，搓上多少下？搓上一个20下左右。做完以后，把眼睛可以睁开来。我这里简单做一下啊，大家可以记住20下左右。做完以后，把眼睛睁开来，你再感受一下。你的进光量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2个眼睛的变化，这里是做的，这里是没做的，你看是不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一个眼睛进光量足，一个眼睛进光量明显就弱啊，这个就是差距。你们自己做完，你们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再带着大家把另一边做一下，我们当做复习啊，用这个手指，你看。点住这里，你看我们往上推。如果你找不到，你用手这么去抠啊，小钩子这么点上去，这么去抠，这么去转也行啊。但是我建议大家，指甲修好以后，这么去怼着往上去点，点着以后，你这么去慢慢的画圆，轻轻的画，不要用力。找到一个凸起的小球球，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去绕上一个5到10秒钟，就这么去做。做的时候切记不要对你的眼球，就是你的眼珠子啊，不要有任何的挤压。我们手是离开来的，我们只是作用于上面的这个眼眶部位，然后我们就这样去转5秒到10秒就可以。转完以后，有的朋友会感觉啊里面哎呦呦的啊，里面感觉有些疼，有些感觉啊，有的朋友做着做着会流眼泪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记住这个地方，我们讲通则怎么样，不通则怎么样。所以呢，你要把这个记住，然后再拿你的拇指，你看这个地方直接贴上去啊，像拉小锯子一样的，就这么去拉啊，拉上一个10下、20下都可以啊，左右要对称。那么我们做完以后再睁开眼睛，2个眼睛就怎么样，就亮了啊！这会儿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差距之间变少了？所以呢，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我做完
有这样的感觉，你们做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可以2个手这么做啊，两边这么做，一共连头带尾也就30秒钟到40秒钟。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叫做好的动作？好的动作就是你做完以后，体验完以后，你自己都会感觉很惊讶的一种，这就是好的动作。它能够服务于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个动作把它记住了，它以后就会给你带来大忙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如果你感觉记不住的，或者是你感觉这个动作里面细节比较多的，我自己容易忘记怎么办？点上收藏，把视频收藏下来，然后接着看着视频跟着我去做2、3遍，你就记得。感觉视频讲得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大拇指，点上一个赞。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如何快速的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你的免疫能力强弱和你的运动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种疑惑。那么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嘛，他是从小身子就弱，一些小风小寒一到自己身上就容易着了道，麻烦是咚咚咚不断。那么年轻的时候火力壮一些，还能说得过去。年龄越大，发现这些问题这些麻烦越来越多。这个免疫能力弱了以后各种各样麻烦来找自己特别的心烦，怎么办呢？那有些朋友就尝试运动，结果一发现，运动完了以后还不如躺着呢。一运动反而身体越来越弱，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上面，就要讲一句话，大家听完就明白叫做3分念7分吃。年龄大的中老年人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的钙质在流失，你的肌肉含量在流失，那么你的免疫状态也不如年轻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牵扯到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吃得进去吃得进去很重要，而且你怎么去吃什么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质的补充钙质的补充这个就不用去说了，对吧？你的骨骼是否坚硬都需要钙。那么钙的补充有哪些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用那个晒干的这个小虾皮。这个小虾皮我们每天炒菜的时候多放一些，汤里面放一些。这个小虾皮它的钙质含量非常的高，甚至咱们有的朋友平常喝奶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驼奶，或者呢就是把这个小虾皮打成粉去吃，这种都是很有效的去提高我们的钙含量，并且每天没事的时候都晒晒太阳，这个是增加我们的骨骼硬度。你所有的走路运动都需要我们骨骼能够承担这个力，所以骨骼放在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的蛋白质摄入够不够。蛋白质摄入一旦不够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问题就会来找你。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基础组成的一个部分，你的蛋白质摄入一定要足。我们每天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们自己学会这个计算公式你看你的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乘以一个1.2的系数就是60克，那么每天摄入60克的优质蛋白就行了。注意这里是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比如说你们吃的鸡蛋，鸡蛋当中含有6克的优质蛋白，那么还有这个鱼虾奶鱼虾肉奶蛋嘛，这几样都是含有优质蛋白的，所以优质蛋白我们要摄入足。你看为什么要摄入蛋白质？就连我们的头发你看这么一摸，这个里面都有充足的角蛋白。咱们自己平常去大房子这边滴一下，然后呢拿一个小单子，小单子上面后面后缀都会有很多的蛋白。蛋白质特别的重要而且呢你的肌肉的合成都需要蛋白。人往上走了，50岁以后，你每年肌肉会往下走3%左右的一个流失这样的流失的速度。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流失，我们一个呢是要补充蛋白质，二个呢就是要去练。所以蛋白质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摄入不够的，而且很多人他的蛋白质补充并不是靠优质蛋白，他是吃什么？他是去吃这个像这个植物蛋白比如豆制品，豆制品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但是植物蛋白所含有的氨基酸，它是不如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平常像鸡蛋像奶类奶类的话，这里为什么单独讲奶类不讲牛奶牛奶很多朋友他是不耐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吃驼奶
可以吃羊奶。这种它的分子比较小，我们比较好容易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转化为能量。所以呢，还有呢，像这个肉类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瘦一些的，瘦一些的肉类，鱼虾这种都是优质的蛋白，咱们可以去吃。然后接着往下去走，就是蔬菜和水果这个自由搭配。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各种物流也非常方便，想吃什么自己只要搭配均衡就行，千万不要去挑食。好，饮食这里呢给大家说完了，紧接着咱们就要去讲动了。那么运动为什么有的人是越练越强，有的人是越练越弱？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去知道，当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呢，在运动完之后是走一个下坡路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有很多的人他是常年不怎么运动的，突发奇想一下，然后就去运动。运动完以后呢，即便他把自己运动完以后把衣服裹紧了不让自己的毛孔张开，不让小风小寒进入身体当中，依然在第2天或者第3天，甚至第4、第5天以后，就开始了比如说感冒有一些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在运动完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免疫能力你的免疫水平是在走一个下坡路，然后在第2天、第3天甚至第4天的时候，都是在处于一个低谷当中。什么叫低谷？这是你的正常状态，这是低谷。那么在达到第4天、第5天以后，它会慢慢的回升上去以后，它就会高于你原先的状态。所以运动这个东西它不要什么呢？不要过量。第2个就是你要去坚持。前期你的运动如果说越来越过量，超出了自己身体的负荷，那么在接下来的第2、第3天，你的免疫状态会拉到低谷，非常的低。这个时候是你非常虚弱的状态，虽然你可能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事实如此，你的免疫能力低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当中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小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了，那你很容易就遭受它的一个感染。所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运动强度给降低，同时去坚持增加它的一个频率。我们一周做个5次一周做个4次达到一个固定的频率去坚持去做。千万不要以为我练1天我就怎么样，有这种想法不可取。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运动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做超慢跑，超慢跑也非常简单，在家原地小跑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拍手，每天拍手，把手往上拍，后背拍，就这么样站着这么拍，非常简单，站着，然后手拍过头顶举上去，再在后背拍，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第3个呢，就是我坐着给大家演示了，就是手上，你看手一捏，这里有个高点，高的点叫什么？叫做合谷。合谷往下走这么一条线，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手是身体的缩影，里面它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所以呢，我们用这条线对应的是脊柱，就这么转，每天早上去转，早上睡醒的时候就这么刮，手捏紧了，然后就这么刮左右手交替，每天50下到100下，100下到200下都可以。额头后背会发热，有了这种发热的感觉就行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就是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它是原材料。衣服破了一个洞，你不可能拿一个铁皮把它补上。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就是你这个衣服是布的，就拿布的；是绸缎的，就拿绸缎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的原材料进来要足。那么原材料就是靠吃。吃完了以后，那我们还要去动。动的话也讲了很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到这个超慢跑的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往期的视频，超慢跑就是居家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上下拍手，手上下去拍，站着去做就可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手上的一个锻炼动作，每天都可以这样去做。只要你这样去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状态、你的免疫能力慢慢的就开始往上走了，往上去拉伸这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所以听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极强的意识，就是要知道吃是在练的前面的，但是你并不是一味的吃就行，吃和练一定要综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给拉伸。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干货知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那么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